这次来到加州，机缘巧合之下，体验了一把加州人的排面和骄傲。这期视频 Jade 要带大家一饱加州的顶尖和顶级。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在 Google 工作的工程师朋友们莹莹、Olivia 和 Sai， 是他们带我逛了这家硅谷顶尖的科技公司。一起来看一看这被誉为科技界的度假村里都有些什么呢？这些大厂精英们的员工福利到底有多离谱？据说上班像是在度假一样。除此之外，还会带大家去到加州著名的红葡萄酒产区 Napa Valley， 这个曾经在国际比赛中击败了法国顶级酒庄，把加州红葡萄酒打进了世界舞台的地方，去品一品当地的顶级酒庄之一 Ops One， 看看它到底有多特别。Google 之所以被誉为科技界的度假村，是因为它不仅能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还很注重员工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在 Google 的园区内，员工可以享受到非常多样化的免费餐饮服务，不论你是想去餐厅 cafeteria 还是去 food truck， 无论你是想吃亚洲菜、印度菜还是意大利菜，不论你今天的口味是 pizza、海鲜、沙拉还是甜点，只要是你能想到的品类，应有尽有。据说在 Google 有30家不同风格的餐厅，你可以在上班前在网站上搜索今日份的菜单，看看今天想吃什么呢？如果感到不满意的话，还可以看一看别的 Google 园区有什么吃的。是的，只要你是 Google 的员工，你就可以去 Google 的任意园区吃饭，还可以带上你的朋友和家人哦。在园区的各处都设置了咖啡馆，你可以像在星巴克一样跟员工点饮品。我点了一杯类似于抹茶星冰乐的东西，抹茶香非常的浓郁，糖量刚刚好，我这个不爱喝糖的人都觉得非常的好喝。这个是 Sai 非常喜欢的咖啡甜点，就是把 espresso 放在 gelato 上面。Google 楼的每一层都设置了微型的厨房，全天候的供应水果、酸奶、坚果、茶、咖啡等各种零食小吃，你可以来这里随时的补充能量。我对 Google 提供的这些餐饮的印象就是好健康呢，它用的食材都非常的新鲜，你不会见到任何高度加工的菜品，少糖少添加，就连零食区的零食也都是新鲜的水果和坚果，还有运动后的蛋白质棒和能量棒。在 Google 的园区里，我没有见到一个过度肥胖的人，在 Google 工作的大家看起来都很健康，很有精神。我想这跟他提供的健康饮食是分不开的。Google 每一层楼的楼都设计成了不同的主题风格，而按摩椅、睡眠舱、音乐室、艺术工作室、图书馆、游戏厅就分散分布在其中。据说这架钢琴价值20万美元哦。这里还有个图书馆，来这里工作的话，是不是会很安静？摘了一个小的，好少见啊！哇，这个楼顶还有个小菜果园，可以过来采菜摘果。甜吗？像是广东金桔。你不能吃到它的心，它的心是酸的。除此以外 ，Google 还配备了非常丰富的健身设施，在园区里有游泳池、篮球场，而这里的健身房和舞蹈室24小时开放，并且配备了淋浴室和洗衣房。你还可以报名参加由老师指导的团体运动活动。当你成为 Google 的员工，就意味着你凭借 Google 的工牌，可以去全世界各地的 Google 园区享受这一切。有没有很心动想来 Google 工作呢？不过在这里工作要非常的努力，虽然是度假式工作，但更多的时候可能无暇顾及度假的部分。一张2人桌。Quiero un mesa para dos。¿Baja del árbol？ 吃的吗？吃的我。你说你在点喝的时候。这也是为了让他
加州除了有坐落在这里的顶尖科技硅谷，由于它的气候属于白天干热夜晚凉爽，同时土壤类型丰富多样，使得它也拥有了顶级的红葡萄酒庄园。在旧金山以北的 Napa Valley， 该地产的红酒在世界各地的比赛当中屡屡获奖，尤其是1976年的巴黎审判盲品比赛当中， Napa Valley 的红酒击败了法国顶级酒庄，这一事件震惊了当时的法国酒界。加州红酒从此一战成名，打入了世界的舞台。Napa 属于地中海气候，温暖的白天，葡萄的糖分积累快，到了晚上气温骤降，葡萄的酸度又得以保留。这种日夜温差大的气候可以酿出既有果香又有平衡酸度的葡萄酒。Napa Valley 拥有超过100多种不同类型的土壤，这让它可以酿出风格多样的葡萄酒。这里绝大多数的酒庄对酿酒的流程极其的严格，很多都坚持手工采摘、可持续种植，配备了顶级的酿酒师。而 Napa 也是全球最早实行 AVA 法定产区制度的地方之一。Ops One 则是 Napa 谷乃至整个美国最具传奇色彩的酒庄。Ops 是音乐术语，意为杰出。Ops One 就是1号作品，它代表了加州葡萄酒的顶尖水平。Ops One 酿造的是 Bordeaux Blend， 主要是以 Cabernet Sauvignon 为主。You got Cabernet Sauvignon here. You got 45 barrels from that part of the vineyard. Here you've got Merlot. There's 24 barrels, and that's the part of the vineyard. 带有黑加仑、黑樱桃、巧克力等复杂的香气，每年只出一款正牌酒 Ops One， 通常是在$300以上一瓶，是收藏级别的酒。Try to make the tannins soft and nicely integrated, and with some time, with some air, the wine gets a bit softer. 品红酒讲究一个看、闻、尝3步走，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当时在学校学喝葡萄酒的小趣事。大家知道我之前是在美国烹饪学院上学，虽然学的是烹饪艺术，但是有一节课叫做酒课，学这门课就是为了知道什么酒搭配什么菜。在这节课上，我们每次都要品几种到10几种酒不等。其实在上这门课之前，我是没有喝过酒的。老师第一节课就让我们闻，问我们闻到了什么味道。我其实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我只闻到了葡萄味和酒味，但是我的同学都纷纷举手，有的说闻到了梨子，有的说闻到了荔枝，还有花香，更觉得还有闻到矿物质和石头的。老师都说对，说非常好。我在想，真的假的？这些人不是随便说随便蒙的吧？老师不会也是尊重大家的主观意愿，闻到了什么什么都是对的吧？这样的话，那我也要来蒙一个，测试一下。如果我的答案也是对的话，那说明其他人也有可能是蒙的。我就想了一个我最喜欢的水果，然后举手说，老师，我闻到了草莓。但这一次，就只有这一次，老师沉默了，然后说我们一般不会闻到这个味道的。我就在想，凭什么呢？如果连矿物质都能闻到的话，跟石头相比，草莓算是一个很正常的答案吧。老师说，因为这是白葡萄酒，所以你只能想到白色的清冽的东西，而草莓是红色的，它只能跟一些红葡萄酒联系在一起。而 Ops One， 你看这里它联想到的香型是黑加仑、黑樱桃、巧克力，这已经是红的发黑了，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是一款非常浓郁的酒。上完酒课之后，我真的开始喝酒，很多年过去，我也慢慢真的可以闻到酒的各种香了。从最开始只能接受 sparkling 的甜味花香型白葡萄酒，到后来也可以喝涩的红葡萄酒。可是有一天，我的酒搭子给我发了一篇文献，文献主要就是说，原来人们以为小酌怡情，有益身体健康，大饮才会伤身。可是最新的研究发现，小酌也伤身，不存在有益身体的情况。我这个人胆小惜命，当即就戒酒了。我的酒搭子一直很后悔发给我那篇文献。再次开瓶饮酒就是这次了，因为这是 Napa 的酒，无论如何也是要尝尝看的。我知道我开头留了个引子，说看看它到底有多特别，但是不好意思，这几年没喝酒，我的嗅觉已经退化了，品不太出来。我只能说，这是好酒。私以为其实 Prisoner 的酒也是非常不错的，价格上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Prisoner 的葡萄园也在附近，规模小了不少，大家可以尝尝看，比较一下。再次以为其实你在 Napa 的任何餐厅点的任何酒都不会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喝完这一杯我还是要戒酒了。
纳帕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游和度假胜地，这里不光有葡萄酒，还有很多的高级餐厅，很多人慕名而来只是为了吃上一顿。而 French Laundry 这个美国屈指可数的3星餐厅就在这里，餐厅所用的食材来自于它的专属农场，而它的农场其实就在街对面，主打一个 From Farm to Table 的高级用餐体验。当年我的很多同学都挤破头，即便不要工钱，都想在这里实习，以一睹其风采。我会以这种方式站在这家餐厅招牌前面，也是当时的我想破头也料不到的。前段时间我在加州见到了因为 YouTube 而结识的 Jennifer 姐，她在她家的后院种了各种各样的蔬菜、鲜花和水果，西红柿的产量可以达到1年400斤。他就把它们加上藏红花煮了，然后用罐头封存起来。我们在菜园里采了荠菜，包荠菜鲜虾馄饨。他还用西红柿做了非常健康的地中海餐。现在想来，其实也是 From Farm to Table， 高级料理其实也就在你的家里。叫什么杀虫剂啊什么的。哦，对对，自己把。好，加进去。这个虫子就不吃哈。不吃，然后我的那个青菜放在里面就没虫子。哇，好聪明啊！有花的就不要。好，这种要开花没开花的没关系，它都挺嫩的。连根拔哈。如果不连根拔，它会不会长的。不会长。对，它们都要开花了，长不出来了，它到季节了，春季到了。哦，开花了，然后你就会收那个种子。但不用这么多，好多就够了。French Laundry 的主厨兼老板 Thomas Keller 还在这里开设了一家非常著名的烘焙店，这原来是为他的餐厅供货的，但现在也对公众开放了。最后，我们再一起看一看加州顶美的日落吧。日落越深，总是看不腻的。